欢迎各位点进视频的小伙伴们，相信各位都是对六爻占卜还有易学比较感兴趣的。那么接下来在后续的视频里呢，我会持续的更新六爻占卜基础理论入门的教学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主要是带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六爻占卜，以及如何手动的去摇卦，还有如何去装卦。那么肯定有很多小伙伴会好奇，六爻占卜，它都可以预测什么东西呢？小到一些琐碎的小事，大到人生的重大抉择，其实它都可以预测。占卜自己或他人的吉凶啊，升学是否顺利，考试成绩怎么样，以及换工作、钱财投资、姻缘和某个人是否能够结婚，包括生育、生孩子是否能够平安，能够生男孩女孩，疾病官司失误，哪怕你丢了东西，也是可以通过六爻占卜来进行预测。那么在学习六爻占卜这门理论之前，我们应该了解甚至需要熟记哪些东西呢？那么第一个就是五行的生克。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都还算是有一些熟悉的。金木水火土的生克可以说是六爻占卜对于吉凶判断的核心依据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12地支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这12地支它们的五行属性。看亥子为水，寅卯为木，巳午为火，申酉为金，辰戌丑未是4个土。六爻占卜的吉凶判断就是依据这12地支的五行属性，然后它的旺衰生克来进行判断。其次呢，就是八卦以及八卦的图案。那这一点呢，就要求各位对于八卦的图案一定要熟记，提到哪一个就要立马联想到它的图案是什么，并且不能够出现错误，因为这个是涉及到后面对于64卦的一些知识。六爻呢，它们都是以在八卦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。八卦在两两组合之后呢，形成了64个卦象，也就是正如右图中所示的。那么这64卦，每一个卦象呢，都是由6个符号组成，因此呢被称为六爻。那比如说这一个乾为天的卦，从下往上，记住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一定要从下往上数，分别为初爻、二爻、三爻、四爻、五爻、六爻。那么初爻、二爻、三爻在内的呢，被称为内卦；在上的四五六爻呢，被称为是外卦。那么这一点是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这右图的64卦也是需要各位去熟练的掌握背诵。之后呢，我会给大家讲解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在我们知道这个64卦之后呢，如果我们想要自己用六爻占卜来预测某一件事，我们怎样才能够
得到刚才那60次卦当中的某一个呢？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去手动摇卦。我已经把这个手动摇卦的所需要准备的和怎样操作呢，都已经列在 PPT 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就像我们掷骰子一样，将3枚硬币呢置于手心之中，诚心的默念想要占卜的事情，然后晃动硬币撒在桌子上。这个时候注意，这个硬币离桌子不要太高，因为如果太高的话，你撒在桌子上，可能硬币就会跳走了，蹦到地上或者哪儿的，你可能就找不到了。所以尽量呢离桌子要近一点。撒在桌子上之后，就要观察硬币是几个字几个花，并且一定要记牢记住。总共呢需要重复6次，从第1次开始就要记录，第1次几个字几个花，然后第2次几个字几个花，一直到第3次第4次第5次第6次。那么6次记录完之后呢，可以说是已经得到了一个卦例。不过这个时候呢，还需要我们去把它转化一下，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卦例。那我们上述所说的要记录的几个字几个花呢，就是为了将其转化为阴和阳。那1个字为少阴，1花为少阳；3个字为老阴，3个花为老阳。少阴呢就是一个断开的横杠，少阳就是一个直直的没有断开的横杠。老阴呢虽然也是断开的横杠，但是呢它是需要转化为阳的。在这里我是用了一个箭头来代表它的动。那在六爻卦例里面呢，阴变阳一般是用一个叉号表示。老阳同样和老阴是相反的，它是由阳变为阴。在六爻卦例里面呢，是用一个圆圈代表。在这里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，我就用了这个箭头来表示。那么这些大家是一定要牢记在心的，以及1字1花3字3花分别代表什么，这些都是需要牢牢记住，不能够出现任何差错。因为如果这一步错了，那么你装的卦就是错的，之后更别提你想要去进行断卦，那都是不可能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方便大家直观的理解。比如说我现在手动摇卦，并且从第1次开始，每一次硬币的情况我都记录下来。第1次为2字一花，那如刚才提到的一花是少阳，对吧？那么少阳转换成刚才的阴阳符号，就是一个横杠，就是阳，对吧？那第2次呢，也是一花也为少阳，也横杠，后面都是如此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卦例。按照这个卦例与60次卦图进行匹配，去寻找这一卦是在哪一宫，将硬币的字和花转换回了阴阳，从而
直观的反映出了我们得到的是哪一宫的哪一卦。那么这个呢，就距离可以断卦就近了一步。那么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学习如何的去装卦。继续拿刚才的卦为举例，记住一定要是从下往上，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、第六次，这个顺序一定不能反了，不能从上往下，一定要从下往上，就像建房子一样，从地基开始一点点往上建。那刚才的乾为天是乾宫的第一卦，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的使用这个口诀六爻装地支的口诀，在这里面查找。那么乾在内，意思就是乾宫，意思就是乾在内卦，它是从初爻到三爻分别是子寅辰，我们就可以在它上面写下来子寅辰。那么乾在外卦呢，就是午申戌，也是从下往上啊。那么这样，我们一个卦就装。那么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我们只需要找到对应的口诀，然后把对应的地支写在上面，这样一个卦就形成了。那我们再举一个稍微难一点的，这个卦，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一个坎，下面是一个巽，这是什么？水风井的卦。如果各位也想做到看到一个卦就知道这个卦的名字呢，就只需要翻回到前面去背那个64卦表就可以了，按照顺序，每一宫按照顺序就开始背。那么只有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熟练的去掌握每一宫每一卦在哪个地方。那么水风井我们可以先不考虑它在哪一宫哪一卦，我们只是先把它装好。那么我们可以对应这个口诀，坎，这个坎是不是在外啊？它在4、5、6爻，对吧？所以是在外。那么坎在外是申戌子。那么这个呢，是不是巽下段，对吧？那么巽我们来找到巽在内，因为它是初爻、二爻、三爻，所以是在内卦呀，对吧？巽在内就是丑亥酉。那么这样一个卦不就又装成了吗？对吧？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那么大家呢，只需要后续呢，通过不断的背诵、练习，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举例，看一下六爻占卜实际操作都需要哪些步骤。首先呢，第一点就是要知道爻卦的时间，它的农历的月和日都是哪一天。那比如丙寅月，
壬午日，记住啊，一定是农历的。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手机的日历上就能够查看农历的月和日。在日上呢，有一个知识点就是旬空。那壬午日在这一旬里面申酉是空的，那这个大家可以先忽视，因为只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还是以乾为天为例吧。这个卦比较简单，开始装卦。乾在内是子寅辰，乾在外午申戌，写在对应的爻旁边，比较直观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要对这地支标上它的五行属性，比如说子水、寅木、辰土、午火、申金、戌土，把它写下来，名字写了，乾为天。那么这个卦呢，我们可以对照刚才的64卦表，就是乾宫的第一卦，对吧？那么乾宫的属性就是金，乾为金。那么这个金呢，我们可以就带入到自我的身上，因为接下来我们需要装六亲。六亲这个知识点在今后的理论学习中呢，也会给大家来一一介绍，所以大家可以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一起把六亲给装上。那么戌土能够生我，这个金就是代表我们自己啊。土生金，生我者为父母。同我者就是和我相同的，就是兄弟。克我者官鬼，因为午火克金嘛，对吧？他克我，那就是官鬼。这个辰土呢，也能够生金，它也是父母，生我者为父母。寅木，金克木，我克者为妻财。我克者为妻财。我生者就是子孙，这个都比较好理解，对吧？带入到自己身上，稍加思考一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根据你占问的事情来选取用神。那比如说我们占问什么事呢？这次期末考试的成绩怎么样？比如说考试成绩。记住是以，那这个考试呢，咱们就假定是那个以分数吧，就看分数。那么看分数呢，看分数是以六亲当中的父母为用神，以六亲当中的父母为用神。那么这个卦出现了2个父母，不用着急，选取用神呢，它也是有顺序的，优先选取世爻，再是应爻。那么我们
可以看到世爻上已经有一个虚土父母了，那我们就选取世爻，因为世爻它代表的就是我们自身，代表我们自己。在我们爻卦的时候，我们不仅要看用神，还要看世爻。可以看到，在选取正确的用神之后呢，就要判断用神和有世爻的旺衰。那么旺衰呢，我们刚才也讲过了，就是按照生克来判断旺衰。生那就是旺，克就是衰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用神父母持世，就是他在世爻的位置上。那么这一点呢，就是比较好的。那么虚土父母在月，寅木是克父母，遭月克，这是第一点。在日上呢，得日生，因为是午火，午火可以生虚土。那么一克一生，他们两个就相抵消了，所以呢，世爻的父母代表成绩的父母，它就是平相，就是不好不坏，一般般的样子。那么所以我们可以下一个什么结论啊？这次的考试成绩呢，只能说是一般，不会太好，也不会差。那么这样我们一个卦的批断就完成了。那么大家如果觉得还算是比较易懂的话呢，我会在后续持续的进行更新，将每一个知识点都按照步骤、按照顺序，一步一步的给大家展示出来，并进行讲解。好，那么这节课我们就到这儿了，大家再见。